江大人，让奴家来服侍您。这 cosplay， 奴家不懂江大人在说什么。我这是穿越了，怎么穿越到这么个鬼地方？大周王朝，凉州城，我居然是凉州城的县令。大人挺孝顺啊，把照顾得这么好，有便宜不占是王八蛋，来个顶级过费。大人别急，喝了这杯酒，奴家就任凭江大人摆布。不能太直接是吧？故人喜欢玩情调。行，警告！警告！酒水有毒，检测到宿主穿越成大反派县令，这他妈地狱开局啊！触发系统功能。本系统将为宿主开启金手指，变假为真。变假为真？系统这怎么用？宿主是否将当前毒酒变为补酒？使用变假为真，将毒酒变为补酒。大人，快喝嘛！让你差点害死爷，我先收点利息回来。美人娇，酒一烧，再让本大人亲一口。狗官，你敢轻薄于我，我要将你大卸八块！我靠，装死都不放过我！人，把这女刺客捆起来！狗官，你居然没死，放开我！哼，你骂谁狗官呢？如今凉州城民不聊生，都是你这个狗官造成的。就算你杀了我，还有千千万万人来取你狗头。冤主是个鱼肉百姓的贪官污吏，百姓冤声载道，找刺客暗杀。宿主获取记忆，获得变假为真次数加1，同时触发隐藏任务，请宿主3日内积累好感度到500点。任务完成即可获得更多变假成真次数，任务失败宿主将被抹杀。抹杀？这惩罚直接玩命啊！让一个贪图享乐、声名狼藉的狗官去当好官，获取好感度。大人，让属下一刀杀了这个刺客。不，本官要以德服人啊！当然要把他带回县衙。本官要摸清他的底细，展开深入调查。嘿嘿，这狗官恐怕要污我身子。报！大人，我们抓了个敌国奸细。什么？带我去看看。大人，我们在城门外的乱葬岗附近发现了他，他身上带着伤，还持有南羌国的令牌，怀疑是奸细。扫描目标人物，身份确认：南羌国女帝江凤鸾。攻略目标人物可获得更多好感度，当前人物好感度减20。我靠，女帝！这么快就遇到敌国女帝了，还要我攻略她？她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啊？你是何人？我是南羌国使臣，奉女帝之命，带着1万两黄金前往京城与大周皇帝议和。可谁知黄金被人调包，路上还遭遇了叛军追杀，我的人全死了。去把城里最好的大夫叫来，再准备一间干净的房间给他疗伤。大人，房内姑娘的伤势已经控制住了，好好休养，不出半月便能痊愈。辛苦大夫了。药材方面，尽管从县衙库房取用。大人怎么像是变了个人？平日里他可是凶得很呢。为大人效劳是小的莫大荣幸。对了，这笔诊金你收下。大人，这使不得呀！让你收就收，再啰嗦，信不信本官朝你吃板子？多谢大人，那小人就先告辞了。明日再来为姑娘复诊。大夫好感度加10，宿主获得10点好感值。做个好官真难啊，还是当坏官吓人管用。
姑娘伤势未愈，还是别乱动为好。你最好放了我，我可是南羌国使臣。且不说你说的是不是真的，若你真的丢掉了黄金，恐怕也是死路一条吧。我是南羌国女帝这身份，绝不能泄露。一旦被大周知晓，不仅议和无望，还会给南羌国带来灭顶之灾。告诉我，那批被调包的假黄金现在在哪里？假黄金已经被你的手下兵丁扣押在城外的驿站了。如果用变假成真，把假黄金变成真的，让江凤鸾带着真黄金去京城议和，两国边境的战乱就能平息，老百姓也能过上安稳日子。你们大周朝政腐败，官场贪墨成风，你这狗官必然是想私吞黄金。可惜啊，你没那么好的运气。狗官，又是狗官，老子他妈的新时代良好公民到底惹谁了？你再骂我狗官，信不信我现在就杀了你？我堂堂南羌国使臣，既然敢闯入你们大周，就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。哟，有点意思，我就喜欢你这种烈女。放心吧，我不会杀你，你也别想着逃走。你到底想怎样？如今叛军还在四处搜寻你，离开这里，不管你去哪里都很危险，你就在这里安心住着，好吃好喝，等你想好后续对策，再跟我说。他居然不杀我，还让我在这里安心休养，难道这个大周县官真是个好人？江凤鸾对宿主好感度+5。我靠，这样也行啊！他居然对我生出好感了。哎，对了，明日我会开仓放粮，赈济凉州城的百姓，你可以来看看我到底是不是狗官。江凤鸾好感度+5。发现目标苏锦绣，小昭好感度+20，苏锦绣好感度+30。靠，这原主得多么败类，自己的世界好感度居然是负的。原主平日对这两个世界非打即骂，完全不把他们当人看。我得想办法从他们身上薅好感度。目标人物于畅婉，当前好感度至于这+40。于婉舟拿我当仇人，想从他身上薅出好感度，难度不小。老爷，您快坐下吃饭吧。老爷，不过请用餐。古人真爽，妻妾成群呐，这身段模样，是不是菜不合胃口？老爷饶命，我这就去重做。他们怕我这么狠，古代女人地位真低，我得让他们对我有好感。狗官，在外鱼肉百姓，在内欺辱女眷。你懂个毛！你们两个过来跟我一起吃饭。老爷，奴家不敢。老爷，我们只是侍妾，哪有资格跟老爷同桌吃饭？让你俩坐就坐。看我干什么？赶紧吃啊！系统扫描出两女的好感度+1，增长缓慢。我得再加把劲儿。这银子你们拿着，多买点家用。一个个寒酸的丢我江南的。老爷，您是要羞辱我们吗？老爷，我们错了，请老爷责罚。系统扫描，两女的好感度瞬间又回到了0。靠，是我打开方式不对吗？怎么又成0了？哎呀，我没说羞你们，给你们银子是让你们有空回娘家看看，孝敬父母。多谢老爷。哼，虚情假意，这些狗官最会这一套了。系统扫描，小昭好感度+40，苏锦绣好感度+40，当好感度累计达到100点，奖励一次变假成真机会。Yes， 累积到500好感度，系统发布的任务才能完成，才不会被抹杀。看来要继续加油啊！大人，大事不好了，粮仓出问题了，粮食全是假的。什么？快过去看看！检测到粮仓内均为假粮，真赈灾粮已被赈灾使马员外勾结钦差调包，目的是嫁祸宿主，侵占赈灾粮款。该死，赈灾粮可是大事，办砸了是要砍头的。太好了，这狗官拿不出赈灾粮，很快就会被砍脑袋。如今灾民嗷嗷待哺，还请大人尽快开仓放粮，赈济百姓啊！这个居然跟钦差一起做局，要害死我！
马兄，你是咱们凉州城的豪绅，这次赈灾之事还要多仰仗你啊！江大人，咱们还是按老样子办，一半粮食，一半沙子。很好，来人，把姓马的给我拿下，打入大牢。大人，你疯了！我可是朝廷任命的赈灾使，你敢打我，你小心满门抄斩！管你是什么使，胆敢蛊惑本官贪污腐血粮，你猜谁该死？先打50大板，让他清醒清醒！大人饶命啊！大人饶命！再也不敢了！您这是……除了他，还有谁有这个胆子动手脚？我早就看他不对劲了，今日正好将他绳之以法。老人难道改过自新了？真的让人不敢相信。小昭对宿主好感度加10，当前好感度30。他就是个狗官，肯定是在给我做戏，我不能相信他。于畅婉对宿主好感度加5，当前好感度减35。于畅婉这个一心想杀老子的女人，都对我产生好感度了，这是个很好的突破。虽然心疼变假为真，但是必须使用。系统使用变假为真，将粮仓内所有的假粮变成真粮。姓江的，你死定了！我看你如何对钦差交代！我要你那时候给我跪下磕头！看来还没打醒啊！来人，给我拖下去，继续打50大板！饶命啊，大人！饶命！饶命啊！检测到宿主暴揍马员外，众人畏惧，宿主全员好感度减5，当前减少好感度50点。警告！警告！宿主存在被抹杀风险。靠！狗屎一般的原主什么破形象？打个坏事做尽的豪绅还能降全员好感度，还给我留下那么大窟窿。虽然现在收拾了老马，可钦差就要来了，怎么办？老爷，您今晚怎么不去醉春楼？钦差要干我，系统要杀我，我哪有心思去什么醉春楼啊？马员外虽然被惩治了，但这灾民饱受饥荒之苦，老爷我于心难忍，上什么醉春楼？检测到宿主装逼成功，小昭好感值加10，苏锦绣好感值加10。人生如戏，全靠演技啊！锦绣、小昭，你们去把爷的私房钱举一半出来。爷，你举钱干嘛？救灾济民，能做一点是一点。老爷，这真的要帮助百姓吗？那还能有假？可是老爷，你说过清风两袖坤煌煌，不如黄金堆满堂。还有，为官一任3-5年，不劳白银百掌权。果然这狗官形象深入人心呐！哼，你们这是妇人之见，格局小了。老爷我劫富济贫，敛财多年，只为了救济百姓，还不快去取银两？老爷，我这就去。苏锦绣、小昭好感值加10，当前好感值40点，恭喜小昭成为对您好感度最高之人。40点就最高，原主这人品简直无老爷敌了。您这几天受累了吧？老爷一心为百姓，小昭愿意为老爷排忧解难。小昭好久没跟您侍寝了。我靠，好感度增强还能解锁这好事儿，真妙，真妙。老爷，外人看着呢，咱们要不回房去？是哦，这边还有个电灯泡。电灯泡为何物？狗官，居然当我面看你们这般苟合，简直奇耻大辱！不重要，这小东西倒是麻烦得很。狗官，你杀了我吧！你刺杀朝廷命官本就是死罪，不过本官怜香惜玉，愿意饶你一条性命。你有什么条件？没有条件，只是为了让你见证本官开仓放粮，救万民于水火，还本官名声一个清白。你说你真能做到，往后你让我做什么都可以。哦，做什么都可以，包括陪本官睡觉。无耻下流，我就算是死也不会从你。把他看住了，我去一趟大牢，好好审审姓马的。是大人。于畅文好感度加5。这小刺客居然是个受虐狂，嘴上硬气，身体蛮诚实的嘛。怪不得都说男人不坏，女人不爱啊。
姓姜的，你快放了我！钦差大人明日就到凉州，到时候你拿不出赈灾粮，看你怎么死！马兄，别这么大火气嘛。你老实交代，被调包的赈灾粮藏在哪儿了？招了，本官还能让你少受点罪。呸！你想冤枉我？什么赈灾粮？我根本不知道！你没有证据就敢抓我，就算对我动刑，那也是屈打成招。钦差来了，一样治你的罪。大人，不好！我们在马员外家里搜了个底朝天，连地窖都挖了，根本没找到赈灾粮。江明，你听到了吗？没有证据就是诬陷，钦差大人会为我做主的。你死定了，死定了！张嘴，直到他愿意说实话为止。有本事你就打死我！我告诉你，我根本不怕你，而且我还敢跟你赌一把。赌？怎么个赌法？明日开仓放粮，你要是能拿出哪怕一半的粮食，任凭你处置，再奉上3000两白银。要是拿不出，你必须放我出狱，还得给我赔礼道歉。好啊，这赌我接了。明日此时，我定让你心服口服。作为小招士气，就一个字儿：润。检测到小招身心愉悦，对宿主好感度已达100，获得变甲认证次数+1。靠，原来这样也能增加好感度啊！老爷，您这么看着小昭做什么？不急，时间尚早，我们再来一次。哎呀，这样虽然能增加好感度啊，但是身体吃不消啊。这越多，能获得的好感度反而减少了。女人啊，果然是深不见底。老爷，您真厉害。老爷，你有什么烦心事吗？今日钦差就要过来，如果他带着兵丁来抓我，我得想办法自保啊。既然我还有一丝变假成真，那么试试吧，变假成真。哦，我靠，真的可以！如此甚好，甚好啊！老爷，大事不好，钦差来了，说要拿您问罪。好，我马上就过去。下官见过钦差大人。杨明，有人举报你身为凉州县令，竟然监守自盗，导致无良赈灾百姓，你可知罪？钦差大人啊，您来的正好，小的差点被他打死。这江明就是个贪官，粮仓早被他搬空了。狗东西，竟敢诽谤朝廷命官，按律当斩。钦差大人，钦差大人，好你个江明！贪没朝廷的赈灾粮已是死罪，还敢动手打赈灾使！来人，给我拿下罪官江明！我家大人并没有贪墨，你们不能抓他，你们不能抓他。没错，大人是好官，并没有私吞赈灾粮。大胆刁民，这里哪有你们说话的份儿？拿下！身为钦差，不验明真相就动手，简直黑白不分。江明，你还敢说没有贪墨？这仓门就在你身后，你敢打开让钦差大人一看究竟吗？有何不敢？来人，给我开门！江明，你说你没有监守自盗，那么你可敢打开仓门？你笑什么？赶紧开仓门！你们上下勾结，腐败贪墨，朝廷的赈灾粮都不放过，拿我当替罪羔羊，
如今百姓流离失所，恶福遍野，民不聊生。我江明以前是糊涂，但当下也只要为生民立命。开仓放粮。啊！这真的是粮食，是能吃的粮食。大人，百姓有救了！姐姐，你看，是粮食，真的是粮食。大人真的做到了。这小县令居然真是个好官。老马，怎么会这样？送到粮仓的粮食不是早就换成石头沙子了吗？小的不知道啊，一定是他搞的鬼。这粮食来路不明，必须严查到底。宿主收获众人好感值300，累计突破500点，成功解除抹杀危机，并增加宿主变甲成真次数5次。危机总算解除了。江明，这些粮食从何而来？你若解释不清，那可是私藏粮草意图谋反的死罪。我靠！系统危机解除，这王八蛋还要害我！我拿不出粮食，你们说我贪墨；我拿出粮食赈济凉州城百姓，你们说我谋反。所以，我横竖就是一个死了。还敢狡辩！来人，把这些主犯从犯给本官一并拿下！江明，你还想跟我斗？跟钦差斗？你拿出粮食又如何？还不是死路难逃！老爷，既然你们不讲道理，那本官也略懂一些武技。看招！这是何物？竟有如此强大的威力！若有此物，何愁灭不掉我南羌国那些叛军？还愣着干什么？把这2个昏死的贪官污吏拖下去收监，严加看管。是大人。其余人等，谁敢反抗，格杀勿论。老爷，你这是闯下大祸了。对钦差和赈灾使动手，朝廷治下罪来，那可就完了。钦差代表的是朝廷，你这样做无异于公然谋反。江大人，此举太过冒险。钦差虽贪赃枉法，但你私自动用如此诡异的武器伤他，朝廷必定会派重兵镇压。你可有后续对策？老爷一定有办法的。哎，做个好官真难啊！当下应当去给百姓放粮，救济饥荒。至于以后，若是朝廷怪罪，一人做事一人当，我江明无惧。我算是看明白了，只要我能持续积攒好感度，系统就会送我变甲成真次数，我再弄一些高端武器，干他妈丫的！好在刷好感度了，不然亏死。事已至此，后悔无用。既然做了，我就没打算退缩。他们勾结起来鱼肉百姓，置凉州城万民于不顾，本就该死。你立刻带一队人手去搜查钦差行宫和马员外的府邸，务必找到他们贪腐的证据。另外，继续追查失踪的赈灾粮下落，有消息立刻回报。是大人。剩下的人跟我走，到县衙门口搭灶煮粥，放赈灾粮。县衙倒是修建的如此富庶，可百姓们全都记仇。原主还真他娘的不是个东西。快跑啊！江帮批来了，这粥吃不得，怕吃了要死人。原主这名声简直了，堪称恶贯满盈啊！大家快跑啊！都给我站住！大家别慌，别怕，更不要跑。是啊，大人不要你们1分钱，更不要你们做任何事情。这些粥大家尽管吃就是。都别看了，赶紧吃！谁不来领粥，本官就打谁的板子。江大人，您是我们的再生父母。江大人，您就是咱们凉州城百姓的青天大老爷呀！好了，都别吹本官彩虹屁了。3年不易，你们都要好好的活下去。大人英明。当个好官的感觉似乎还不错嘛。
缩减笑对宿主好感度加30，小昭对宿主好感度加30，于畅婉、江凤鸾对宿主好感度加30，当前累计好感度达3000点。宿主将为系统开启变真为假模式。变真为假，有点意思。但我要这个东西有何用？总不能把真黄金变成假的吧？江大人，可否进一步说话？刚好，我也有事找江姑娘商议。江大人，你私拿钦差即是死罪，你可曾考虑跟我前去南羌国？原来江姑娘所说是此事，好意我心领了。江大人为何拒绝？难道你是不要命了？你若是跟我回羌国，定向女帝推荐。江大人在大周享有的一切，到我羌国都会加倍提高。江姑娘，江某不想背负叛国之名，当下自有妙计。江大人请说。江姑娘，若我能将你丢掉的黄金找回，继续议和，可否为我向朝廷求情？江大人如果真能帮我解决丢掉黄金一事，促成议和，我羌国举全国之力，也定会保住大人。那便好，你随我去驿站，到时候便知分晓。江大人，其实你本可以将这些黄金据为己有，贿赂钦差，亦可保住自己官位。为何要帮我？此次你为江国议和，本就是两国百姓免受战乱之苦，我大周义士，我愿两国从此开太平，安得广厦千万间，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。好家伙，脱口而出的，还好我传到了大周国，要不然我得给老杜支付个版权费。江凤鸾对宿主好感度加20，当前好感度60。有如此胸怀，当真是我看走眼了。不行，此等人物定要为我南羌国所用，更何况他还掌握那种威力巨大的武器。你这等胸怀天下的大才，竟被人误会至今，凤鸾当真佩服。凤鸾，江凤鸾，好名字。江姑娘和江国女帝是何关系？江大人，您的人品我十分钦佩。实不相瞒，我乃羌国皇族。难怪江小姐年纪轻轻，如此飒爽豪情，原来是皇族。江大人，时间不早了，是否一步去看下黄金？你们在此等候，我来处理。是。都散开，都散开！别在这妨碍公务！江大人这是在干嘛？变假成真。嘿，你们过来。啊！不是。这是真黄金，江大人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江姑娘就别多问了，带上这批黄金去议和吧。江凤鸾对宿主好感度加40，当前好感度100，变假成真加1，当前可使用变假成真次数5次。如此人物，如此恩情，若我非南羌国女帝，我定伴君到天涯。只可惜我很快就要别离了。江大人，太谢谢你了！只要能帮到你，帮到两国百姓，区万两黄金不算什么。江大人今晚是否有空？那要看江姑娘所为何事。私事也是公事。我想今晚月色不错，和江姑娘深入交流，倒也很美。那江大人，咱们说好了，不见不散。好家伙，女帝的深入交流啊！哇！
江大人，你来了。江国女帝果真豪迈，如此劲爆，香气迷人。江姑娘，你这是要我公寓吗？大人请坐。黄金之事，真的要好好谢谢你。我们是朋友，互相帮助是应该的。只是朋友吗？姑娘天姿国色，就不怕我对你起了歹心？大人若真有歹心，凤鸾又能如何？更何况大人并非歹人。可我名声一向不好，江姑娘不怕？在你对抗钦差开仓放粮时，我就看出你是一心为民。此等好男儿，我江凤鸾为何害怕？其实我并非什么南羌国使臣，我乃南羌国女帝。我当然知道你是南羌国女帝了，系统都告诉我了。啊，原来凤鸾你是南羌国女帝啊！女帝陛下，在下失礼了。你可知我为何冒充使臣，非得来大周议和？那我猜猜，能让陛下冒险深入，一定是议和之事无比重要，需亲自懂事，无非内忧外患，陛下谁也信不过。又或者必须尽快结束战乱。江大人当真是聪慧过人。不错，南羌国与大周战乱多年，外人都以为是我要挑起战事，可他们不知道，是南羌国叛军所为，常年偷偷侵扰大周边境，还故意散布谣言，让两国结仇。陛下此次野蛮行踪，还被叛军所伤，可想而知，叛军已渗透进了江国高层。若不是遇到你，我恐怕早就成了叛军的刀下鬼。那是陛下洪福齐天。江明，陛下有话直说。入我江国，坐镇的宰相可好？陛下当真是看中我，还是其他？当真是什么都瞒不过你。你此前用来对付钦差的那种武器，威力惊人。若是南羌国能有这样的武器，对付叛军就有十足的把握了。这些武器可否给我提供一些？这才是南羌国女帝啊，坦诚直接。那你是答应了？陛下所需之物名为手雷，携带方便且威力巨大，数十人等无法近身。这等用品并非凡物。原来如此，想必江大人制造此物也是无比困难吧？非也非也，对我江某人来说只是随手之物，只是我无法全然信任陛下。陛下几番笼络于我，难免存了与大周竞争之心。若是陛下反手用手雷对付我大周兵卒，我江明岂不成了大周罪人？可你已经得罪了钦差，就算我议和保护你，你在大周的仕途也到头了。江明，你是聪明之人，我对你非常看重。这女帝当真对我苦口婆心啊！可我只有获得大周众人好感度，才能继续增加变假成真次数。我要是转嫁入南疆国，岂不是好感之清零，等同于废人？陛下好意，江明心领了。入疆国做宰相之事，还请陛下收回。你当真不要宰相之位？入夜微凉，陛下早些休息。若后续陛下需防身，江某不是吝啬之人，当赠与陛下所需手雷。江大人，我果真没看错你，但是今晚你走不了。我怎么会中毒啊？靠！为何系统没提醒我？你可知自古南羌女多情，我虽是女帝，也不能免俗。今夜请你忘记一切，邀你共赴云雨。我靠！老子居然被女帝强推了！这女帝够狠啊！昨晚折腾了我多少次啊！别让爷抓住她，管她什么南羌国女帝，非得把她屁股揍开花。哎呀，这女帝还真能赌啊！大人，您刚说什么？哦，没什么，给我汇报一下账本信息。
回大人，马家这里不仅占着城外3座盐矿，还跟大盐商胡堂中购买。盐引是胡堂中的，他们用粗盐掺沙土石沟做假盐卖给百姓。毒盐害民，还敢逃税数10万两，官商勾结，简直是拿百姓性命当儿戏。大人，我曾在醉春楼听马员外的人吹嘘，说凉州人吃盐全看他脸色。当时我只当是他炫耀，没想到竟真的在盐里做手脚。你也主动说这些，倒是与之前不同。之前确实是我误会了大人。大人这几日开仓放粮，盐城贪官，所作所为，我只有佩服的份。所以我想留下来追随大人。哦，那你说说，你能为我做什么？唱完懂些拳脚，除了荒诞之事，只要大人差遣，我都听。哦，唱婉觉得何为荒诞之事啊？本官洗耳恭听。大人莫要欺负于我，这样会显得轻浮讨厌。于唱婉对宿主好感度+2。这小妞分明是心口不一，明明很享受我的调戏嘛。罢了，以后再逗弄这个小丫头，正是要紧先呢。好，从今日起，你就做我的禁卫，随我左右，护我安全。遵命。也帮我盯着身边动静。眼下查盐的事正缺人手，你跟我一起查。即刻封锁3座盐矿，抓管是盐审。另外传信全城盐铺暂停卖胡堂中的盐，等我们查验。遵命。这盐吃着发苦，我家孩子吃了还拉肚子，这盐行是要逼死我们吗？客官别骂了，胡老板送的货都是这样，说盐矿减产，盐比质量只能如此。我要是不卖，他就要收我的铺子呀。掺东西，这是掺了多少沙土？大家放心，本官承诺，从今日起，这种假盐绝不出现在凉州。大人，这是盐铺藏起来的劣质盐，比外面卖的更差，里面甚至有小石子。大人，小的也是无奈呀。小的若是不卖这些假劣粗盐，胡老板怪罪下来，小的承受不起呀。所以你就把这种垃圾卖给老百姓。大人饶命！大人饶命啊！抓起来！你观察得很仔细啊，这些假盐全部收下，去下一家盐铺继续查。是，大人。大人，这种盐掺了至少3成沙土，还有石膏粉，长期吃会伤骨头。凉州百姓面黄肌瘦，恐怕跟这假盐脱不了关系。你懂得还挺多嘛。我小时候家里穷，买过最便宜的私盐，那时候就知道好盐都是雪白的，掺了东西的盐会发暗。不错不错，小妮子越来越通人性。通人性？大人，您竟然说我是狗？智商堪忧啊！何为智商？智商就是我家小唱婉非常棒。好了，你们先退下，本官要大变戏法。于唱婉对宿主好感度+5。这口是心非的小妮子，还真是好玩。变假成真，把所有假盐变成精品细盐。大人，这是……你尝尝。我说了我要大变戏法，这些粗盐就都变成这样的了。这可是极品好盐。大人，你也太厉害了吧？怎么做到的？凉州百姓要是都能吃上这样的好盐，那可就太好了。其实我乃神仙下凡。真的吗？假的。你这小妮子怎么如此好骗啊？抓紧贴告示，官盐今日开售。于唱婉，你跟我去盐铺盯着，防止有人趁机捣乱。好的，大人。这趟没白来。
是胡堂中商行的伙计，一直在盯着满园的百姓，不像好人。让他盯，正好让他看看百姓更认谁的眼。你们运盐去临县时，注意路上安全，若有胡堂中的人阻拦，立刻回来汇报。是，大人。有这样的好官，凉州百姓以后可就有好日子过了。于畅晚对宿主好感度+20，好感度已达112点，宿主获得变甲成真次数+1。等一下，似乎好感度每次到达100，我都会和那群小牛发生点什么。所以这于畅晚，于畅晚对宿主好感度+5。这口是心非的小妮子，还真是好玩。变假成真，把所有假盐变成精品细盐。不然，咱们再去一趟醉春楼。大人，你就别拿我寻开心了。走过路过别错过，十全大补丸一颗见效。太极功、降龙18掌，一学就会。这些功法真有那么神？县太爷，老朽错了，老朽这就把摊子收了。大人，江湖骗子的伎俩，你怎么还当真？县太爷，老朽膝下无儿无女，实属无奈，出来混口饭吃，求县太爷饶恕。不，这些功法、大补丸什么的，本官都要。这些银子你拿着。大人居然用如此方法让我生存，大人当真是变了，我凉州的天要开喽！老神棍对宿主好感度+1。要是对这些假货试试变假成真的效果会怎么样？想不到这些功法居然都能变成真的。现在我已经整用太极功、降龙18掌，武力值咔咔往上涨，一时不在话下。大人，州府来人了，命您前往州府面见巡抚大人。知道了，巡抚召见。看来钦差之事有暴露风险，变假为真，变真为假。系统，可否帮我把钦差变成假钦差？宿主使用变假为真失败，宿主当下只能作用于物品。物品？那么将钦差令牌变成假的吧？变真成假已完成。太好了，钦差持有假令牌，就怪不得我动手。巡抚我来会会。巡抚大人，凉州县令江明目无王法，私开盐矿，私卖官盐，乃是重罪。巡抚大人明鉴，江明抢我生意不说，还用劣质盐冒充好盐，坑害百姓。江明，你该当何罪？张巡抚没有提及钦差，看来说明并非此事。回巡抚大人，他们乃是一派胡言。你们休得胡说！本官查遍凉州盐铺，搜出的假盐是胡堂中的货，里面掺了沙土石膏，有账本和百姓证词为证。哦，证据在哪儿？巡抚大人，下官所言句句属实。胡堂中垄断盐市，贩卖假盐，臣将假盐回炉重做成精品细盐，平价卖给百姓，所收盐税全部记录在册。巡抚大人，万不可听他一面之词。既然你们都说对方的盐是假冒伪劣，那么今日当着大家的面，本官就让你们好好看看，到底谁在说谎。来人，把东西给巡抚大人呈上来。巡抚大人，小的已将2款盐的样品取来，请巡抚大人明察。好。
这款盐确实是上等好盐，另外一款简直是假劣至极。巡抚大人，这款是江大人的，而这款是从胡堂中的盐铺搜来的。胡堂中，你贩卖假盐，可知罪？哎呀！巡抚大人，饶命啊！废除胡堂中盐引，打入大牢，各批江明经营凉州盐务。江明，你可要管好盐政，莫负一方百姓。下官遵令。恭喜大人获得凉州盐务的管理权，看来如今大人已深受巡抚信任。那是，本官的优秀是藏都藏不住的，就像是黑暗中的萤火虫，那样的鲜明，那样的出众。不错，成色越来越好了。照这个产量，不仅能满足凉州百姓需求，还能运到邻县售卖，补充县衙财政。大人，那几个人看起来不像商人，也不像工人，一直在附近转悠，形迹可疑。或许是外来商人想收购细盐，先看看情况，你多留意留意。大人当心！啊！大人，您居然会武功，还这么好。本官也只是略懂拳脚。当初他难道是不忍伤我？来人，把刺客抓起来！嘿，忍一忍，让本大人帮你处理处理。大人，男女授受不亲，还是我自己动手吧。你别动，让本官来动。本官这人嘛，比较喜欢主动。还记得你第一次见我，是来刺杀我的。如今遇到刺客，倒是你站出来替我挡道，真是世事难料。大人，以前是我糊涂错把您当成贪官，现在我知道您是真心为百姓做事的好官。只要您能一直庇护一方百姓，我哪怕豁出性命也甘愿保护你。鱼畅碗对宿主好感度加30，鱼畅碗好感度已达130。好家伙，130的好感度啊！大人。老爷，于姑娘伤势如何？你们来了正好，帮着照料一下于姑娘。老爷，我们是不是来的不是时候呀？哪里的话？伤口处理好了吗？
我熬了些补血的汤药，让于姑娘喝了，好好休息。多谢两位娘子关心。可惜了，好好的氛围没了。小唱婉性子高，一般时候害羞的很啊。大人，刺客已经审出来了，是胡家人怀恨在心，特意派人前来刺杀，想要为胡唐中报仇。大人放过胡家，胡家却对大人下手，真是太可恶了。好一个胡家，竟然报复我，就别怪我心狠手辣。传我命令，立刻派兵查抄胡府，胡家里面身高超过车轮的男丁一个不留，所有财产全部抄没充公，充补县衙财政。大人，胡家后人将来恐怕会成为后患。他的变化居然如此之大，当真是一心为我。乱世当用重典，我说的车轮是平放着的。大人，好手段！哼，胆敢来行刺本官，他们怕是忘了本官的恶名是怎么来的。是，大人。大人，胡府已查抄完毕，男丁也按您的命令处置。这些是胡家女眷和财产。发现目标人物邀月，好感度-50。居然会出现个攻略目标，还是个胡府小妾。系统，你咋想的？算了算了，齐大人先带下去关押，他留下。大人，请饶过小女子，我愿意以后在大人身边当牛做马，侍奉左右，日日夜夜伺候大人。我这恶名还真是管用啊！日日夜夜。那好，今晚来我卧房一叙，让我看看你有何本事。想不到邀月姑娘才艺双绝呀！要是放在醉春楼，高低得是个头牌。大人，小女子从了您，大人能放过其他人吗？毕竟小女子身为胡老爷的妾室，受过胡家恩惠。这肩上的小妾竟然生得如此妩媚多姿，聊得本官心里痒痒的。你倒还挺有情有义。行，那就看你的表现了。胡邀月，好感值+60，奖励宿主变甲成真次数+1，当前变甲成真次数7次。想不到邀月姑娘居然还是完璧之身。胡老爷买了我，本想着让我给他传宗接代，开枝散叶，却不料他怎么了？他年事已高，不能人事。那本官呢？大人威猛无比，天下无双。天下无双？这评价相当高啊！吃十全大补丸，做强硬真男人，这下要变真当真有奇效。女帝居然敢拿走我的手雷，不辞而别。下次见面，我非得让你知道本官的厉害。大人，为何发呆？是邀月让大人不满意吗？邀月对宿主好感度+20，当前邀月对宿主好感度+30。花心的家伙，他就不知道主动一些吗？大夫人，大人已下令，只要你们安分守己，日后可在凉州城好好待着，不必再受牢狱之苦。哼，你这个不要脸的女人！
咱们胡家都被抄了家，男丁都死光了，你居然跟姓姜的狗官享福，真是个不检点的女人！就是，我们都还在受苦，你倒好，还上告示了。哟，瞧你这脸色红润的，这是跟着狗官享受鱼水之欢了。胡家倒台是因为罪有应得，我本欲求情，你们却如此对我。你敢打我，反了天了！放肆！姓姜的狗官，凭什么打我？我跟你没完！哟，纯泼妇是吧？把他们都押回大牢。是。大人，谢谢你。好感度加50。我本是朝廷罪臣之女，被流放到南州，被胡唐中买走。大夫人嫉妒我，对我百般刁难。这点小事都做不好，留你何用？没用的东西，果然是累赘。我在胡家不过是累赘，连丫鬟都敢欺负我。累赘就是累赘，只会给人添乱。你原本竟有如此悲惨身世。以前我以为胡唐中是好人，直到后来才知道，他为了钱财贩卖假盐，让无数百姓吃了苦。大人扳倒他，是为民除害，是青天大老爷。明大义，本官欣慰。如今跟了大人，我才能感受到什么是疼爱，什么是人间温暖。邀约不求别的，只求能常留在大人身边，做牛做马也。傻姑娘，我不需要你做牛做马，只要你真心待我，好好过日子就够了。以后有我在，没人再敢欺负你。老爷，出大事了！大人，县狱大牢被人劫狱，钦差和姓马的全都被劫走了啊！钦差和姓马的被人劫狱了。方才值守的兄弟去换班，发现牢门被撬开，看守的衙役都被打晕了，那2个人没了踪影。光天化日之下竟敢劫狱，难道是马员外的余党所为？不是余党，我们在牢外发现了青帮的令牌，兄弟们追查时抓到了一个落单的土匪，从他嘴里闪出来了。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马员外早就跟城外的青帮勾结多年，这次咱们抄了马家，青帮的人怕马员外把他们供出来，就趁着县衙大牢兵力空虚，连夜劫了狱。青帮，倒是没想到马员外还有这层靠山。那钦差呢？他跟青帮又是什么关系？那土匪还招了，所谓的钦差大人，根本就是假的。他真实的身份是青帮的2当家，这次假扮钦差来凉州，就是为了和马员外勾结，一起吞了赈灾粮和盐矿。什么？钦差是假的？青帮土匪假冒钦差？他们的胆子也太大了吧！我尼玛，钦差本来就是假的。
白白浪费了一次辨真为假的机会。老爷，一帮土匪胆敢劫狱，还敢假扮钦差，显然是有恃无恐。他们劫走两人，必然不会善罢甘休，恐怕下一步就是要报复老爷您了。一群土匪胆敢报复朝廷命官，既然他们胆大妄为，那就让他们来试试。二当家的这招假扮钦差确实高明，要不是江明那小子多管闲事，咱们早就跟马员外一起把凉州的油水榨干了。马员外，当初可是你夸下海口，对付姓江的小县令不过是手到擒来，可如今呢，连个小小的县令都搞不定，坏了大事。二当家，这次马某损失惨重，被抄了家，偌大家业毁于一旦，你就不要再火上浇油了。二弟，你就不要再苛责马兄了。这次马兄搭上了全部家业，我们青帮弟兄们必须帮他报仇雪恨。大当家的，是我没用，不过现在咱们还有机会。姓江那小子杀了咱们青帮不少弟兄，断了咱们的财路，咱们干脆一不做二不休，一举攻下凉州城。到时候不仅能报仇，凉州城的财富也全是咱们的。这话倒是有道理，咱们早该直接攻打凉州城了。传我命令，让兄弟们立刻集结操练起来，准备好袭击凉州城。姓江的那小子不是喜欢当清官吗？我就让他尝尝城破人亡的滋味。好，兄弟们早就想跟江梅那小子好好干一场了。咱们迟早要踏平凉州城，死去的兄弟报仇！大人，起来吧。进度倒是不慢，大家辛苦了。大人，您看这些模型，都按照您说的尺寸做的，只需大人加以秘密配方，就能打造成威力十足的手雷，咱们凉州城的防务也就稳了。很好。也不知女帝带着那些手雷，回南疆评判的情况怎么样了？大家抓紧时间干活吧。之前江姑娘已经带走一部分手雷，咱们得再多做一些。是。使用变假成真，将所有木质手雷模型变成真手雷。这些火器都是老爷您打造出来的？自然。太好了，老爷，有了这些火器，就算那些匪徒作乱，咱们也不怕了。哇，老爷真厉害！这可是老爷我安身立命、保护大家的本钱呀。老爷真是艳福不浅啊，身边的姑娘一个比一个漂亮。你怎么来了？听闻大人在内院忙碌，就过来看看您。这位是邀月姑娘，如今弃暗投明，跟了老爷我。邀月见过各位姐姐，还请各位姐姐往后多多指教。大人，这些是什么东西啊？此物名为手雷，拉开引信，投掷出去，威力惊人。老爷，
既然此物如此威猛，若呈给圣上，必能立下大功。你说的倒是个好主意，不过现在咱们凉州城外匪患泛滥，汉军四起，这些杀手锏的武器得留着自保。大人，我们探查到了青帮的老巢，发现他们最近非常活跃，已经集结了数千人练兵操练，怕是很快就要攻打凉州城了。通知下去，集结所有衙役和现有的士兵，做好准备，守城。是，大人。大人，细作传回消息，青帮集结了大量土匪，正在城外山谷练兵，还打造了大量弓箭、云梯、长矛，扬言3日内必破凉州城。咱们城内守兵有多少？扣除巡逻和看守大牢的，能参战的不过300人，而且大多都是老弱残兵，兵器也严重不足。大人，州府那边回话了，他们说边境匪患猖獗，还有叛军作乱，兵力实在撑不开，让咱们自行抵御青帮。自行抵御？就凭击败老弱，怎么抵御？既然上面靠不住，那就靠我们自己。传我命令，全城募兵，凡愿意参军保卫凉州者，每日管饱饭，战后赏银10两。大人，荒年战乱，城内壮丁要么被抓去充军，要么逃难去了，怕是无法招募到符合条件的精壮。只要愿意拿起武器保卫家园，本官都要。青帮土匪3日后就要攻城，到时候烧杀抢掠无恶不作，生逢乱世，民不聊生。大人您看，那位老叟的3个儿子全都被州府抓去充军了，至今生死不明。3男叶成树，1男傅书志，2男新战死，存者且偷生，死者常以义。现在参军不仅能保家卫国，还能让家人吃饱饭。有没有人愿意跟我一起守住凉州城？你们贪生怕死，我来。好好好，姑娘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宋梨花，我愿参军。发现目标人物宋梨花。宋梨花姑娘尚且有如此勇气，咱们凉州的男人们就甘愿被土匪欺负。将士们，死战关乎存亡，我们必须全力以赴。只要大家齐心协力，就算是老弱也能守住家园。大人，我要参军。我也要参军。我愿追随大人，参军入伍，保卫家园。很好，请大家相信，只要我们团结一心，就没有守不住的城。从今日起，我亲自带你们练兵。这些假操练军法落到我手里，就全部变成真了。长矛自绑，要沉腰稳扎，力从脚发。哎，大爷，刺的时候要发力于腰，不光是靠手臂，这样才能有杀伤力。把东西抬上来。大人，这是何物啊？这叫手雷，
是咱们对付土匪的杀手锏，扔出去就能爆炸，威力无穷。大家看好了，扔的时候要瞄准目标，用力投掷。大人，我是不是很笨？没关系，第一次扔这样已经不错了。来，我教你，身体微微后仰，重心放在后腿，瞄准目标，发力投掷。我做到了！太好了！不错，有进步。再来一次，争取扔得更准。小心点儿，别摔着了。谢谢大人。继续训练吧，多加练习，才能在战场上保护自己，杀土匪报仇。送梨花对宿主好感度加30，真不错，又刷到了好感度。也不知道吕弟那边情况怎么样了，睡了本官就跑，消失的无影无踪，简直岂有此理！陛下，您带回的火器当真有奇效，我军连战连捷，汉军闻风丧胆，此次平叛大获全胜。太好了！陛下，汉军主力已被全歼，头领金木铁被俘，现已押到城外。带上来。江凤鸾，你靠着外力取胜，算什么本事？南吴国的江山，本就该由我来执掌。你勾结外敌，挑起内乱，害得南疆国百姓流离失所，还敢口出狂言！来人，将他拖出去砍了，头颅悬挂在城墙之上，警示所有叛乱之徒。是。陛下，您带回的手雷威力无敌，炸得叛军溃不成军。有了这等神器，咱们大南强国何愁不能一统天下？不如趁此士气正盛，挥师东进，征伐大周，逐鹿中原。是啊，哪个帝王不想成就千秋霸业？不过江明说的对，两国对战，伤害的还是黎民百姓。边境百姓已经饱受战乱之苦，身为一国之君，朕岂能只为霸业，不顾万民死活？陛下仁厚，可是数日前陛下乔装出使，却被大周人俘获，险些丧命，那可是奇耻大辱。他们没有俘获朕，反而是我南羌国叛军，差点要了朕的性命。虽如此，可如今咱们平了内乱，兵强马壮，又有火器相助，正是开疆拓土的大好时机。况且前日探子来报，凉州城需要赈灾，城外土匪祸乱频发，一个区区小县令江明早就焦头烂额。咱们趁机拿下凉州，就能打开大周的西部门户。住口！哈赤儿，你岂能只知杀伐征战，不知体恤百姓？陛下息怒。两国战乱多年，边疆百姓流离失所，苦不堪言。朕好不容易才有机会与大周议和，岂能因你的一己之念再次挑起战火？陛下，臣一时糊涂，口出狂言，请陛下责罚。此事臣实在不解，为何对大周如此宽容？尤其是那个小小的县令江明。江明虽只是县令，却心怀百姓，是难得的好官。朕与他有约，要为两国百姓谋安宁。哈赤儿，传我命令，挑选500精锐骑兵，备好丰厚礼品，金银珠宝各100箱，粮草5000担。明日一早随朕启程，前往大周凉州城。陛下万万不可！我们调动如此多军马，大周定会视作攻击啊！那就通报大周，调派精兵人手，随我前去。陛下，您还要亲自去凉州城，还要带礼品。你无需多问，照办便是。
你们怎么来了？大人，我真的拦不住各位娘子。我们也想加入护卫队，跟大家一起操练，保卫凉州城。是啊，大人，之前您护着我们，现在凉州有难，我们不能只躲在后面享福。大人，我可以在后面扔手雷。你们不怕危险？怕，但更怕凉州城被攻破，怕再也见不到老爷。好，小唱完，你就多带带他们，先从基础的兵器使用和手雷投掷教起。放心吧，大人。当前累计好感度突破6000点，目前可变甲为针次数6次。既然能教他们练兵，又能好好感度，真不错。大人，大事不好了！青帮匪徒已经兵临城下，看态势是即将攻城。贾钦差既然知道我有威力极大的手雷，谅他们不敢正面攻城，现在只需散布消息出去，告诉他们我们有大量的手雷，引诱他们夜袭，然后一举歼灭。二当家，我已经摸清了手雷位置，咱们给他们来个一锅端。姓姜的打死都想不到我们会偷偷夜袭，大队人马最后杀他们的片甲不留。糟了，中计了！大人研制的武器，当真威力十足。果然如老爷所料，他们上当了。那是，老爷我算无一策。小小青帮，还手灭之！他娘的，这贼死鸟忒能摆谱，也忍不下去了！二当家，咱们且打且退，等大部队收拾他们。哟呵，这土匪要发疯了！唱完，你带一队人守住城门，防他们逃窜，剩下的人跟我上，弄他们。是。小心，别光顾着杀敌，护好自己。谢谢大人。不行，快跑啊！跑啊！兄弟们，我们乘胜追击，杀了这些土匪，保卫家园。是自家人马，增援人马来了，他们死定了！二当家，大当家恐你有失，撤令我来增援。来得好！我要把这个姓姜的狗官千刀万剐！是吗？狗贼，拿命来！兄弟们顶住！我这就是搬救兵。别让二当家跑了，一鼓作气，灭了他们！小心！青帮狗匪，我家人的仇，今日就报！小贱人，还敢追？你家人的仇没报成，不先把自己的命搭进来了？放开我！我要杀了你！姓马的，放开他！你已经走投无路了，束手就擒还能留你全尸。束手就擒？狗官，你少跟老子来这一套！你要是再往前踏一步，老子就一刀割了他的喉咙！好，我命令所有人后退。但你若敢伤他一根头发，我定让你碎尸万段！狗官，你也就是运气好，
靠些古怪火器罢了。论真本事，你连我一根手指头都比不上。等我逃出去，一定要召集更多的兄弟，踏平凉州城，把你的女人全部抢来当压寨夫人。大人，没事了，别怕别怕，严全了。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大人了。感谢大人救命之恩。救你命的不是我，是他。多谢姑娘救命之恩。哈赤儿，带着弟兄们协助江大人扫寇。诺。江姑娘，真的是你啊！你怎么会在这里啊？江姑娘，你明明是南羌国使者，却还会领兵打仗，太了不起了！多谢，多谢江姑娘。你管我叫江姑娘，那晚一切，你都忘记干净了吗？陛下，你拿了我手雷，不辞而别，是要得了便宜还卖乖吗？知道我为何带兵赶来帮你吗？为何？我可不想肚子里的孩子还没生下来，就没了爹。那我这是许当爹了。凤鸾，你可别骗我，你肚子里的孩子真是我的。不然呢？我堂堂南疆女帝委身于你，怀了你的孩子，你还不乐意了？怎么会？我这不是太高兴了吗？对了，南羌叛军平定的怎么样？叛军首领已被处死，残余势力也已肃清。现在南羌国不再动荡，百姓终于能安居乐业了。如此甚好啊！只是眼下南羌国与大周的边疆交界处还存在一些摩擦，若是再次引发战事，到时候受苦的还是百姓。生在乱世，百姓早已苦不堪言。我曾听过一句诗，今日正好与大家分享。大人，莫不是远看大馒头，近看馒头大，这是大馒头，馒头真是大这种打油诗吧？怎么会呢？听着，峰峦如炬，波涛如怒，山河表里潼关路，望西都亦踌躇。伤心秦汉经行处，宫阙万千都做了土。兴，百姓苦；亡，百姓苦。好词，好词！江大人这首词道尽了世间的苦难，实在是太好了。好，好，好，江大人这词定能千古流传。好，太好了！论家好感度，还是得吟诗装叉来得快啊！报！我军大获全胜，青帮匪贼溃不成军，逃之夭夭。哎呀，我和大周的兄弟们杀得他们片甲不留，痛快，痛快！大人，我们击退了青帮，我们胜利了！太好了，太好了！大人，我们赢了！我们真的做到了。此次征战，各位兄弟、诸位娘子姑娘们，你们都辛苦了。这一杯酒敬大家。敬江大人。好。当前宋梨花对宿主的好感度105。这么快就满100了吗？这宋姑娘不会生扑了我吧？还好哥们有十全大补丸。进来。
你们怎么来了？梨花妹子，快说吧。大人，这几日您忙着处理战后事宜，肯定没好好吃饭。我和邀月姐姐做了些小菜，温了点酒，想陪您喝点儿。大人，邀月想为您弹首曲子，放松放松。有心了，你们坐吧。你今日倒是和平时不太一样。大人觉得我好看吗？好看 ，beautiful。大人说的是何意？哦，没什么。本官的意思是你今天特别好看。以前总想着报仇，梨花疏于打扮，如今大仇得报，就蒙大人栽培，才觉得女子也该有女子的样子。这样很好啊。大人，如今青帮已灭，我想留在您身边，做您的侍妾，好好服侍您。不知大人是否愿意？大人可是嫌弃？怎么会？我只是呛酒而已。大人，寄一名宋姑娘心，今晚美酒佳人，当吟诗一首。云想衣裳花想容，春风拂槛露华浓。若非群玉山头见，会向瑶台月下逢。大人，您当真是文武双全，我真的太感动了。大人若不是您当初立誓守城，我哪有机会为父母报仇？您不仅帮我报了仇，还让凉州百姓都过上了安稳日子，这份恩情我一辈子都记得。以后咱们就是自己人，不必说这些见外的话。大人，天色已晚，琴声也听了，酒也喝了，咱们该歇息了。大人，今晚我和姐姐一起陪你。这县令当的也太爽了吧！好好好，都依你们，都依你们。还好我早有准备，十全大补丸加上武功傍身，不然非得被抽成人干啊！改天得再去找那卖假药的老头。骗子，又骗人家姑娘啊！还给人作诗，都没见他给我写过诗。于姑娘，我来找江大人。江大人好不快活呢，江姑娘此时恐怕不方便。一切按照陛下吩咐都安排好了。臭男人，你倒是逍遥快活，却不知道朕。天底下的男人果然都一个样。也罢，男人3妻4妾倒也正常，南疆国亦是如此。好，今晚就启程吧。陛下，这么急吗？啰嗦什么？国事要紧。是。还是古人好啊，3妻4妾，想娶多少老婆就娶多少老婆。宋梨花对宿主好感度加200，萧月对宿主好感度加50，当前获得变甲成真次数加2。好感度刷起来就是爽啊！有了这些可辨真假的次数，我得好好大干一场了。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，要好好辅佐老爷，守护好凉州城。我们不仅要守护凉州城，还要永远陪着老爷。大人还记得正事啊？小畅婉，本官怎么就不记得正事了？你说说，昨晚都做了什么？你自己知道。昨晚本官和邀月及梨花吟诗作赋，略抒胸怀。难不成是没叫小畅婉，生气了？撒谎！下次本官一定提前叫小畅婉，咱们单独吟诗，你莫要推辞啊。谁跟你单独吟诗啊？青帮残匪不清干净，各地乱军又四起，除了省罪，这火炮就是咱们凉州城的底气。见过大人。兵器打造的怎么样？大人放心，我们日夜赶工，3日内必能完成火炮出行。只是这玩意儿看着
怪，真能有杀伤力吗？到时候你们就知道了。于畅啊，派人盯着左府，原材料不够，立刻从县衙库房调，务必保证进度。是。3天后。使用意念成真，将所有木质火炮转化为火炮。大人，张巡抚大人有令，让您即刻前往张巡抚行宫见面，有要事相商。张巡抚突然召见，看来是朝廷有旨意到了。于少晚，你随我一同前往，带上几名精锐衙役。是。下官江明参见张巡抚大人。杨县令不必多礼，快请坐。你抵抗青帮土匪，守住凉州城的事迹，本官已经上报朝廷，陛下龙颜大悦，特意下了旨意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凉州县令江明临危不乱，率民御匪，保全城池，功绩显著。特封凉州县南10户300户，赐永业田500亩。钦此。臣江明谢主隆恩。一个小小县令，居然封了爵，真是一步登天。凉州城那点事儿，居然能得到陛下恩典，运气太好了。江县令，朝廷恩典已赐，接下来还有一桩大事要托付。如今云城被乱军盘踞，人数达5000之众，烧杀抢掠，百姓苦不堪言。谁愿领兵前往剿灭乱军？本官辖内没有一个敢站出来的。领兵平乱，乃是建功立业的大好机会，难道你们都要错失不成？张巡抚大人，下官愿问，这江大人是疯了吧？凉州城刚遭匪患，兵力空虚，哪来的兵力？怕是被爵位冲昏了头，这一去必死无疑。一个小小的县南，居然敢领命去打5000乱军！好，不愧是刚获封爵的凉州县男，有魄力，果然没让本官失望。大人过奖。不过眼下辖内兵力都已派去其他地方剿匪，兵甲辎重还需你自行筹措，10日之内剿灭云城叛军，如何？大人，凉州城经历青帮攻城，壮丁死伤不少，剩余壮丁大多是老弱，上次守城连女子都上了战场，实在凑不出足够的兵甲，还请大人调拨部分兵力和辎重，下官定能剿灭乱军。江大人，本官也有难处啊，辖内叛军四起，兵力早已捉襟见肘，实在抽不出人手支援。可是你能守住凉州城，足见有过人之能。10日之后，本官要看到你前往云城平乱，等你凯旋归来的好消息。那就如此吧。江大人可喜可贺，拿下云城，江大人就是朝廷的大功臣。江大人日后飞黄腾达，可得多照拂我们这些同僚呀。江大人虽然勇气可嘉，可平定那5000叛军不是闹着玩的，江大人未免有些鲁莽。不然呢？我不去领兵平乱，你们谁敢去？老爷，张巡抚分明是故意为难你，对付5000叛军，10日之内根本不可能做到。为难又如何？乱世之中想要立足，就得抓住每一个机会。兵甲之事，我自有办法。只是这些主官等着看我笑话，怕是要失望了。区区一个凉州城，不但没能拿下，还折损了我们这么多弟兄，我他娘的咽不下这口恶气啊！二弟，这次溃败还是我们大意了。没想到这姓江的不光有稀奇古怪的火器，还勾结了南羌国。大哥，这次不光死了那么多弟兄，老马也死了，青帮实力大损。接下来该怎么办？只能积蓄力量，伺机而动了。另外，听说义军统领董万年占了云城，咱们想办法去投靠他吧。可是，怎么刚打了败仗，董万年哪能轻易接受我们？大当家，二当家，
小的去凉州城侦查过了，姓姜的打了胜仗后，在县衙摆酒纳妾，守城的士兵都喝得醉醺醺的。现在凉州的守备空虚得很。我就说这江明不是什么好东西，不过是靠古怪火器赢了一场，就飘得找不着北。贪财好色，废物一个！我们就再给他来个夜袭凉州城，他一定想不到我们还会卷土重来，必须除了咱们这口恶气。记住，见到他的古怪火器，立刻躲闪，别再吃上次的亏。抢钱，抢女人，杀狗官，抢钱，抢粮，抢女人，杀狗官，杀狗官，抢光凉州城。大人，这是我之前斩杀马员外时从他身上搜的青帮联络令牌。今晚我按令牌上的暗号去城外联络点探查，竟抓到一个青帮细组，招了。他招了什么？大人饶命！小的只是个跑腿的，什么都不知道啊！还敢撒谎！刚才在柴房，你不是说大当家要带一队精锐，今晚夜袭凉州城？趁城内守备放松警惕，烧杀抢掠吗？是大当家的主意。他说大人靠古怪火器赢了一次，肯定飘了，守城空虚，今晚要杀进城里，抢钱抢粮抢女人。他以为本官只有守备吗？大人，上次他们吃了个硬亏，恐怕这次会防范的。本大人的手段岂是他们可以料到？大人的意思是？去传我命令，让守城士兵城门大开，咱们摆一出空城计。大人，你这会不会太托大？小张婉，你这是质疑本大人，敢不敢和我打个赌啊？就赌今晚本官定会将青帮大当家和二当家一举歼灭。我只是希望大人谨慎，不过赌什么？彩头便是你的一碗，敢接吗？呸！登徒子，江大人，你没个真行。那小张婉，你是赌还是不赌？那我便当你是答应了。走，咱们去城门布置去。果然是酒囊饭袋，打个胜仗就忘乎所以。今晚定要让他死无全尸。机灵点，领着他的古怪火器，一旦有动静，立刻散开。哼，姓姜的狗官！狗官，就你一人也敢拦我们？茅房里点灯，找死！一身转战2000里，一剑曾当100万师。这天高地厚的狗官，死期已到，还有心思吟诗作对？对付你们这群乌合之众，我江明一人足矣。干他娘的又摆谱！老子忍不了了，老子要囊死你！弟兄们，小心有诈！别被他唬住，我是个破铁疙瘩。兄弟们，冲上去，杀了他！冲！想跑，晚了。还想夜袭凉州城？现在知道谁是真废物。不可能！你怎么会有这么厉害的武器？
打完收工。厉害！老爷一炮就把土匪打跑了。瞎说，老爷的炮从来不打土匪。老爷盖世无双，真是咱们凉州城的守护神。他真的做到了。他想干嘛？这么多人呢？小唱晚可服气啊？大人神武英明，唱晚心服口服。那赌注可作数？唱晚何时答应过大人？嘿，你居然……大人太厉害了，有大人，咱们凉州城永远安全。老爷英明神武，老爷盖世无双。好了，把这些土匪的尸体清理干净，城门关好。以后咱们凉州城再也不怕青帮那些枭雄之辈。是。大人，清点完毕，光是赈灾粮就有2000担，银两足足1万两，还有不少从百姓那儿抢掠的珠宝首饰。很好，这些匪类竟私吞赈灾粮，搜刮民脂民膏，死有余辜。婉儿，安排人手，将粮草和银两全部押送回县衙。粮草一部分留作军粮，一部分分给百姓，银两存入库房，用作招募兵丁、打造武器的费用。是，大人。小唱晚，你好像还欠本官一个东西。今日江大人亲自募兵，大家有意者速来报名。这小妮子居然这么害羞啊！凡年满16，身强体壮者，均可报名参军。入营后管饱饭，月发俸禄，立功者还有赏银。本官只要精锐，不求数量。若想混吃混喝，趁早离开。你说这下怎么办？对啊，怎么办？老爷，咱们这支队伍叫什么名字？咱们有手雷，有火炮，威力无穷，就叫无敌火炮营。无敌火炮营，老爷，这名字真不错。从今日起，由本官亲自训练，于昌晚担任副将，负责日常操练；宋梨花负责武器管理，确保手雷火炮随时可用。是。大人威武！大人真威武！大人真威武！大人威武！大人真威武！大人，外面有人求见。哦，何人？还劳动我们小唱晚了。这几天可是躲本大人躲得辛苦啊。我才没有，来人自称是您的旧人。何人？江大人，52壮啊！
原来是原主的发小樊二壮。二壮，是你啊？江大人，是我。我哥樊大壮被叛军首领董万年抓去当壮丁，死在了战场上。我现在走投无路，只能来找大人你。自家兄弟不说两家话，当下好儿郎正是建功立业、报效国家的好时候。谢大人。大人来了！上次您一炮轰飞青帮头子，太霸气了！是啊，咱们无敌火炮营有这么厉害的武器，以后不管是土匪还是叛军都不怕。江大人，我以前听人说您贪财好色、官名恶劣，都是谣言啊！您不仅剿灭青帮、保护百姓，还组建这么厉害的队伍，真是好官。好好跟着队伍操练，以后上战场立功，我不会亏待你。是，我一定好好操练，不给大人丢脸。大人，你忙了一天，肯定饿了。我做了几道小菜，还温了酒，您尝尝。今天怎么让秀锦你来了？姚月和梨花他们呢？锦绣这是不配伺候老爷左右，还是老爷有了新人忘了旧人了吗？怎么会？秀锦你一向端庄大气，是老爷我的贤内助。坐下一起吃吧。老爷可知道雨露均沾的道理？算算日子，老爷我确实给遗漏了，陪老爷我小酌几杯。这酒性子烈，几杯下肚，竟觉得浑身发热。老爷，我美吗？老爷，你醒啦！终于轮到苏姐姐了。苏姐姐怎么样？老爷英明神武，雄姿伟岸，我没说错吧？江大人，有紧急情况向您汇报，战备物资出了问题。老爷，按照您的吩咐，工匠做了一批木质和竹制的火箭炮弹药模型，但那些模型根本不能用。大人，要是咱们没有足够的弹药，仅凭凉州护卫队和无敌火炮营的几百人，根本对抗不了董万年的5000叛军。时日之期越来越近，这可如何是好？放心，本大人何曾让你们失望过？小唱晚，要不要再打个赌？才不理你呢！老爷，什么赌？我来。大人真是坏死了！大人，你们都先退出去，这里交给我。变甲成真，有了这些弹药，庇护凉州城一方平安，应该是没问题了。但是，如果去攻打云城，怕是没有十足的胜算。老爷，我们来看看弹药制造的进度怎么样了。哇，都是真的！大人您真太厉害了！有了这些弹药，攻打云城就更有把握了。有了这些，就算董万年有5000叛军，咱们也有一定的胜算。
唱完，传我命令，让无敌火炮营全员备战，3日后启程，攻打云城。是。大人，云城情况探明了，叛军统领董万年在城中烧杀抢掠，无恶不作，百姓们苦不堪言。而且他们听说你要去攻打云城，不仅轻蔑不屑，还大放厥词。他说什么？他说您就是个凉州小县令，贪财好色，整天混在烟花柳巷，根本不值一提。还说只要他愿意，轻轻松松就能碾压你，比踩死一只蚂蚁还容易。传令下去，即刻启程，我要亲手撕了他！匈奴的贼子，口出狂言，辱骂大人，简直是是可忍，孰不可忍！我们跟他拼了！大人，此事事关重大，我有话要单独跟你说。好，所有人原地待命。小唱婉，怎么这般心神不宁啊？老爷，今日我必须把我的底细全部告诉你。我其实并非普通江湖女子，而是当朝宰相秦晖大人的义女。宰相义女？我从小就被送入宰相府培养的杀手组织安隐卫，成为一名职业杀手。本来我奉义父命是要暗中杀了你，为民除害。唱婉，你当真要杀我？当然不会，你开仓放粮，严惩贪官，抗击土匪，保护百姓，是真正为民做主的好官。你的行为都让我深受感动，我这才心甘情愿留在你身边。唱婉，你等对我如此，我心感动。大人，我本来向义父禀明你的一切，可昨日我接到命令，他竟命令我暗中害你，并让我暗中去给叛军董万年传递你的消息。真是让你难做了，当真没想到，宰相大人竟然如此对我。我察觉义父可能有篡位之心，你去攻打董万年，无异于与宰相为敌，他绝不会坐视不管。你这一去就是送死啊！什么？当朝宰相居然谋反篡位？大人，如果你愿意，我可以带你去见宰相，另换门庭。唱婉，我知道你是为我好，但一旦天下大乱，受苦的只会是老百姓。我这人没什么宏图大志，只想守住凉州城，跟你们几个姐妹过逍遥快活的日子。谁要跟你过快活日子？大人，唱婉担忧的都是认真的。凉州这点兵力，宰相大人恐怕还看不上，要杀我也是随手为尺吧。既然如此，你能告诉我一切，已算是救我一命。接下来我不会让你为难。大人，知道你很为难，但我不会强迫你做任何选择。你想留在我身边，我欢迎；你想回去找宰相，我也不拦你。我不想你们相互伤害。如果真的万难选择，不必牵涉其中，远走高飞。大人，你是要赶我走吗？我是不忍你难过，世上哪得两全法，不负高堂不负卿。大人，唱婉无悔。这份密信
是让我即刻前往张巡抚行宫和义父。大人，唱完试试看，可否有2拳法？宰相大人，最近凉州那个小县令江明，不知道从哪里弄来一批古怪火器，威力巨大，居然把青帮给一锅端了。照这样下去，咱们起事的进程怕是要受了影响。哼，区区一个7品县令，不足挂齿。至于他手里的火器，本相倒是很有兴趣，一定要想办法弄过来。是啊，他那古怪火器若能弄到手，必能让咱们如虎添翼。只是如今下官给他下了军令状，命他10日内攻克云城。如果现在下令调走他的兵丁和火器，怕是不妥。你放心，本相义女早已是暗影卫成员，如今就在凉州，并且已经成为江明那小小县令的亲信。只要本官传令下去，让他解决江明弄到火器，易如反掌。哼哼，宰相大人英明！哈哈哈哈哈！属下参见宰相大人，参见巡抚大人。玩起来吧！你在那江明身边情况如何？回义父，属下已经完全取得江明的信任。哈哈，好，你付出的一切都是值得的。现在我交给你最后一个任务，找机会把江明手里的火器全部弄走，这是计划，你照做便是。事成之后，江明就没有任何利用价值了。你直接杀了他，回来后为父自然会给你数尽的荣华富贵。可是，江明他真的是一个好官。义父，我们真的要造反了。当今瘟疫横行，百姓困苦，经不起折腾了。休出此简陋之语！你一进女儿家，安懂世间艰险，大局为重。宰相大人英明，现如今董万年兵强马壮，已经跟我们达成协议，将从云城出发，北上攻城略地，直取中原。到时候我手里的兵马伺机而动，举起义旗呼应，从容攻向帝都。祝宰相大人登上大宝之位。好，等我当上皇帝，你就是当朝相国，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。来，咱们举杯，祝大业成功。义父，为何您变成这样？当初您对我忠君爱民的教导，难道都是假的吗？此次前往大周帝都议和，也不知能否如愿。江明他要攻打云城，能打得下来吗？陛下，前方探报，大周宰相秦飞大人正在前锋州府行宫在即。哦，那正好，朕去见他一面，既能提前商谈议和事宜，也能让他下令让江明停止攻打云城。江明势单力薄，朕不能让他去送死。陛下，您身份尊贵，单独去见大周宰相，恐有变数。无妨，朕带着厚礼是为两国和平而来，他岂敢对朕责难？传令下去，队伍前往州府行宫休整。不知南羌陛下驾临，有失远迎，还望恕罪。秦相不必多礼，朕此次前来，一是为两国议和，秦相能促成此事，南羌国愿与大周永不再起战事，还边疆百姓安宁；二是想请宰相让凉州县令江明停止攻打云城。陛下心系和平，关怀天下，实在令钦佩。陛下的诉求，本官全都答应。不过天色已晚，陛下不如在行宫暂住一晚。明日本官便派人前往凉州，传令江明停止攻打云城。那就多谢宰相了。来人，把南羌皇帝给我拿下！
秦桧，这可是南羌国皇帝，你竟敢如此对阵，你可知这是大罪？不怕大周皇帝治你的罪？哼，本相要做是推翻那个昏庸皇帝自己登基。你若识相的，就迅速派人传命回南羌国，让南羌国出兵助我造反，否则休怪本相对你不客气。这些珠宝正好作为我秦某人起兵造反夺取天下的军费。恭贺宰相大人！江姑娘怎么被宰相抓了？不行，我必须赶回去见江大人。义父，我准备今晚返回。哦，你不要再劝为父了。唱完想明白了，该返回凉州了。时间长了，我担心江明起疑。哈哈哈哈！好，你考虑的很周全，去吧。这个女人跟了江明之后，心思怕是变了。你带人悄悄跟着她，如果她给江明通风报信，就来一招将计就计，把江明带到行宫来，以望大器。是，大人。江大人，女帝陛下被秦相软禁了，就在州府的行营。什么？凤鸾他为什么会被秦晖软禁啊？他这是已经准备好谋反了，他自是不希望看到议和达成。什么？当朝宰相蓄意谋反？这也太可怕了！当朝宰相谋反起事，这是要天下大乱啊！不行，我必须去救他。大人，秦晖老奸巨猾，行宫必定重兵把守，贸然前去实在是太危险了。是啊，大人，咱们从长计议呀。如果连自己的女人、孩子都保护不了，我还算什么男人？老爷，江姑娘她……凤鸾已经怀了我的孩子。老爷，既如此，但我们必须救出江姑娘。二壮，你立刻带领凉州护卫队和无敌火炮营前去攻打云城，记住，声势浩大一些。是。攻打云城乃是佯攻，我要你悄悄前往州府行宫附近埋伏。是，大人放心，属下明白。来人，取一坛凉州老窖来。是。我带着秘方和美酒去见秦晖，唱完，你随我一同前往。是，老爷。老爷，您一定要小心呐！老爷可一定要好好的保护好自己。我们等着老爷平安回来。义父，凉州县令江明在外求见。让他进来。下官拜见宰相大人。江县令不必多礼。宰相大人，这是下官制造火器的秘方，还有凉州最好的美酒，献给大人。啊，大人。江县令果然识时务，你治理凉州有方，抗击匪患，赶抗叛军，真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。是啊，江大人，能得到宰相大人赏识，你真是祖坟冒青烟了。大人过奖了，张巡抚这狗东西，怪不得不调兵平叛，原来是跟秦晖这乱臣贼子勾结一气了。江大人，如今本官要举大事，推翻昏君，你若肯归顺我，事成之后，荣华富贵，美女无数，任你挑选。啊，宰相大人，你要当皇帝？哼，没错。江大人，您的名言大家可都是知道的，
所谓清风两袖空荡荡，不如黄金堆满堂。跟着宰相起事，少不了你的富贵荣华。宰相大人厚爱，巡抚大人抬爱，江某感激不尽。来，江某敬二位。系统，给我把这2杯美酒变成毒酒。这件为难事，就让我亲自了结吧。宰相大人厚爱，巡抚大人抬爱，江某感激不尽。来，江某敬二位。系统，快把那2杯酒换成毒酒。好啊，确实是好酒，江县令真是有心了。好，江县令，你能踏踏实实跟着本官，以后加官进爵不在话下。不过江某也有句话想跟2位大人说，想让老子跟着你们这些混蛋谋反，你们怕不是想屁吃？你说什么？大胆！江明，你疯了不成？竟敢同本官如此讲话！义父，江明他只是一时糊涂，孩儿代他向您赔罪。不必了，将这个狂妄之徒给本官拿下！义父，求您看在女儿的面子上，饶过江明吧。好你个于畅文，你竟敢如此护着这狗贼，本相白养你了！把其余人给本官带上来，将他也一并拿下。老爷，快来救救我们呐！义父，求你了，义父，您放过江明吧。你们怎么会？是你，江明，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你闯进来。本相给你指了康庄大道，你居然服逆本相，那就别怪本相心狠手辣了。秦晖，你这乱臣贼子，有什么冲我来？欺负这些女人算什么本事？本相就知道你不肯臣服于我，所以留了一手。你死后就把你的女人赏给我的手下，让他们为奴为婢。你这卑鄙下流的小人！哈哈哈哈！哦，酒里有毒！是你！义父，请恕昌晚不孝。山河摇摇欲坠，为了黎民百姓，昌晚不得已在大义面前，希望义父来世可以做个好人。昌晚，人死不能复生，别太难过了。大人，护卫队和火炮营已经控制行宫，只等您下令。很好，二壮，干得漂亮。这次你可立了大功了。都是大人培养的好。没想到老爷竟然早已暗地里做好了准备。这是我留的后手，明修栈道，暗度陈仓。明着攻打云城，实则是为了擒住秦晖这个大奸。真不愧是老爷，多亏了老爷，我们才能得救。是啊，还好老爷足智多谋。对付此等窃国奸臣，可比对付董万年那些叛军可怕多了。凤鸾，凤鸾，夫君，我在这儿。上好的绸缎嘞！刚出炉的热包嘴。是挺香的，我们去尝尝。大人，咱们的无敌火器营简直是威力逆天，不出半日就把元城董万年叛军部轰得屁滚尿流，溃不成军了。那是自然，本官的火器那可是杠杠的。行了，
撤军收工，回凉州城吧。是，大人。这次真是多亏了老爷善用奇招，胆大心细，不然我们姐妹可就危险了。想不到我的夫君竟然如此聪明，看来这孩子以后也会跟你一样有勇有谋。还不知是男是女呢。若是女孩，就得跟你一样漂亮；若是男孩，自然是随我一般风流倜傥，智勇双全。对了，老爷，请会和张巡抚怎么会突然毒发身亡？这就是天道好轮回，当天饶过谁？等我们见了大周皇帝，南羌国和大周就再也不会有战事了。我们会一起守护这片土地，让天下黎民百姓安居乐业。圣旨到，凉州县令江明接旨。臣江明接旨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凉州县令江明剿匪有功，卓境地方，着急擢升平凉知府，协助境内治安防务，节制府衙衙役，整饬吏治。钦此。微臣领旨，谢主隆恩。江县令且慢，我这里还有陛下带来的密旨。密旨？南羌国女帝起用凉州匪类，一如搅乱边境。陛下命你就地处置，以绝后患。南羌国女帝